好，那么这个凶嫌的哥哥哈，好像是他哥哥啊，现在不敢确定啊，说在现场留了两页的信啊，那给于家常啊，给于妈妈啊，那笔迹非常工整，写满了2张卡片。说呢，除了家庭教育以外，踏出了家门，还需要面对凶险的社会，像求学时期的被霸凌，军旅生活的被霸凌，生活中种种的不幸。有些人呢，把这些负面情绪当成养分，但是也有些人呢，没有办法承受这些压力，而做出逾己的事情。就是说，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假如说你有时候有些人从小家里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到学校受到很大压力，有的人就能够突破。就是说我将来一定要比你更强，我将来一定要表现给你们看。有人就很退缩，大部分这2种人，但是还有一种他变成恨，出来报复，那对什么状况不知道那他这个好像他哥哥说呢，向于家常的妈妈来致歉这么把妈妈，你看儿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结果死了，而且呢他还捐了200万，慰问金拿200万出来，还说呢要原谅这个对手，而且呢不要去为难他的父母。这真是不简单了真的不简单那另外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说可能长期跟外界都没有联络，疏离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孤狼来割裂这个社会但是 Face 联盟这就站出来讲了，说要立刻停止这个死刑的执行，保障人权万一你杀错了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你怎么知道杀的一定对呢？但社会就想说，他的 case 搞不好，他如果不自己跳楼，搞不好还不会判死呢。不一定啦，不知道会怎样而且判死是不是一定执行？我们现在很多判死也不执行的。那王世坚说，你这 Face 团体这时候不要讲话嘛。而且呢，他如果没有死，也不会被判死刑嘛那另外呢 ，Face 是集体的虚伪，但是这就我反对了，不服请移民，我是不赞成这个国家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台湾够大，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不要像以前陈水扁不服你们就台湾你们走李登辉的时候也讲过不服你们走为什么要走呢？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土地所以不服你就移民。我是觉得 Face 是集体的虚伪，有可能觉得我自己高尚我自己这个我们不是上帝怎么断人生死有人这样想，但是呢，他只有他权利讲了我反对你，但是我还是支持你有权利讲。那另外呢，现在2对心碎的父母，杀人的被杀的父母都心碎了那所以呢，民进党现在实质废死还要多久这是品观点的这个询问了就是说，事实上虽然现在没有废死，但是实际上已经废死了，就根本很少判死嘛，而且判也不见得执行我讲这是互为因果的当我法官要判一个人死刑我是很大的挣扎的你看那个欧阳修爸爸那么古早以前要判一个死刑，都是求其生而不可得才判他死在房里面绕来绕去，替他想办法找一条生路，真的找不到了才会判死。所以法官要判死，你以为他没有压力吗？一定有压力我们自己是法官，没有压力吗？我好不容易克服我的压力，觉得他罪该万死，应该判死的，检察官不执行，那你不执行，我干嘛做坏人你做好人，我做坏人，我也不执行我也不判会变成这样子那有时候会说，极少数的大法官凌驾人民的普遍意志因为是经过大法官的解释我们看一下。张文犯下的随机杀人案，为死者家属、伤者带来伤痛一辈子的阴影，至今都还有民众到事发地献花哀悼。一名自称是张文哥哥的人也来了，字迹工整，写了满满2页，不以张文称呼弟弟，而是称作张贤，并署名张文兄长。他说，对于张贤造成的伤害，于妈妈依然给予大爱跟包容，所以即使远在南部，也要北上献花。谢谢将英雄于家常先生带来世上，给混乱社会带来正义跟善良。除了致歉感谢于妈妈之外，疑似还揭露了弟弟的过往，写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踏出家门面对险恶社会。例如求学的霸凌、军旅生活的霸凌，有些人将负面情绪视为养分，但有些人无法承受压力，做出逾矩的行为。难道这是暗指张文曾经遭霸凌，造成性格改变，进而做出如此残忍的案件吗？用 Face 来凸显自己的假仁假义吗？
我认为 face 集体的虚伪，每一字都是重话。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支持死刑立场鲜明，正面与 face 团体杠上。因为 face 联盟以杀错无法回头为标题，要政府立即宣布停止死刑执行，引发大量网友留言反弹：无辜被杀的能回头吗？是自以为清高的正义。严格执行死刑，不要 face 这个跟错假冤案是两回事。你是那么极少数，我说那请你拜托，请你移民到认为应该废死的国家，不是事事都来释宪或者大法官可以来解决国家大事的，否则我们选那么多立委，选总统要干什么呢？香龙，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当然是一个社会的病理现象。面对社会病理现象的时候呢，就不是光是描述呢它的那种的病理的状态，而是理解就是说呢，为什么这种事情似乎它在某种规律当中呢慢慢的出现，它所造成的那种恐慌感是很明显。我会建议大家就绝对不能够听赵少康说的，就是出门的时候带防狼喷雾，然后呢不要滑手机，左看右看，你把他搞得紧张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你如果这几天的时间呢，这周末如果你到外头去，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已经是这个样子，再听你讲，大家更害怕了，就是。我觉得大家本来台湾是一个很安全的社会环境，我们进出捷运站呢不用做安检，我们进出高铁的时候呢不用过 X 光，不用刷身份证，本来我们非常自由，我们又没有枪支，其实非常的自由。我们枪很多了，只是在黑道手里。对，就是说基本上因为我们禁枪嘛，所以你看到这几起就是说呢反社会的行为，幸好他没有枪。如果他有枪的话，那当然就会更麻烦。所以就是呢，很认真的从一个社会病理现象里面呢，去解剖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些的年轻人，你看他都是20几岁，理论上面来讲呢，家庭背景也都不错，他们不是来自于一个我们所理解的残破的，平常需要公益团体呢去救援的，去扶助的，他们跟这些所谓的家扶的系统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是这样？死刑的讨论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我在过去，我只是提醒，就是说许多的就支持死刑的、支持同婚的、支持反核的、支持台独的，你把每一个人自己对这几项的主张，你整理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跟你身边有相同主张的人，其实你们的政治立场都一样？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一群人，不断的呢用某些的新话题呢去自我合理化，把它变成是一个时髦的社会情绪，那个呢就解决不了问题。尤其在台湾的当下，你过去呢觉得呢好像呢像是圣旨一样不可挑战的圣牛一般不可挑战的信念，今天当下在国际社会里面。你看到美国，我再三的讲，川普如果说今天川普知道民进党的核心的政治主张的神主牌是台独、是反核、是同婚、是废死，川普根本就不会跟你在一起，因为这跟川普脑子里想的东西完全是相反的。而现在呢，这个东西呢是美国的主流，现在呢是呢美国所领导的右翼的全球的潮流当中的主流。废死的问题，那个呢，基本上真的要尊重民意，不要呢用这种的政治以及用某种的道德绑架的方式去处理那些呢对于所谓的这种的杀人的该处死的这种主张死刑的人，不应该受到呢这种情绪绑架。我还是劝你们最近还是警觉性高一点，不要听唐湘龙。过一阵子也许大家没有这些模仿声，但你最近模仿很多很难讲，否则把人家收押起来干嘛？还是小心一点。主要是现在真的大家那个手机，你看那个餐厅里面有时候一家4个人，每个人都看手机，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要讲话沟通的机会都没有了。在捷运上、公司上，每个人都低头看手机，可能表示他对周围的环境很信任啊。但现在结果就是这样子嘛，该信任吗？有时候该信任信，不该要警觉还是要警觉了。有了，我最近搭捷运的时候看到蛮多人都是没有在看手机，不看手机的，但也还是有人在看手机的。你放心，像唐湘龙这样的人就继续看手机。你就觉得你跟某些人四目相对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人眼神里面透露的惊恐。但
但我要讲的是，看到你会惊恐，会啊，你到底让人家怎么样？不是我一开始都以为说人家看着我那个眼神，我一直以为说他，因为我有时候带着，或是不是认识我？后来我说不是，是因为他很害怕，因为你那个样子看起来就让人家惊慌。对，可能是这个原因。没认出来一样惊慌。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张文哥哥的是不是他哥哥，我还是有点画了一个问号。他自己讲是，因为他自己称呼他叫张贤，我觉得这个感觉上似乎就是有点，如果真的是的话，那代表的是他跟他弟弟之间他拉开距离了，他有点隔阂在哦。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当然，但是我觉得大家会愿意去看这个戏，是因为他带来的温暖。他让大家觉得说，不只是这个这个就是于家常的妈妈父母亲原谅了这个张文一家，他爸妈跪地这个道歉，那大家觉得说他就是于母这件事情非常的有大爱，所以呢，他这个张文的所谓的哥哥出来再去肯定了这样的，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社会好像充满了一些爱。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觉得这个目前看到目前为止，确实像一个孤立人格所导致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讨论第5纵队，不如认真去讨论说有关于网络的世界，他们基本上是活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它是一个平行的宇宙。对他来说，他这个所有的一些装备啦、护目镜啦、什么战术背心，基本上就是生存游戏的那一种打扮。所以呢，到底这些世界，就是我们如果说他们出现了一些慢慢越来越跟整个社会出现割裂式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把他们拉出来？有没有机会去帮忙他们？如果说张文家的人都是这么的关心他，他们家也不会说5年没有联络。所以我觉得中间事实上是有些故事的。那我认为这些故事目前是说他的这个电脑很难完全破解，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我认为就是说去找到他的蛛丝马迹，去让大家容易判别出张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有助于大家去面对这样类似的从那个时候的郑捷到现在的张文，就是说类似这样的犯罪的行为，其实越来越像不定时的炸弹，藏在任何一个看似平凡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我想花更多时间去讨论是有关于，我觉得台湾真的叫韧性社会吗？我们的小局数，我说真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刚才一路讲，幸好政府没有拿去操作这次第5纵队，这是什么陆配之子，这是一个境外势力，我觉得很好，他们做了一些节制，他们可能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再去操作可能会引起太大的就是后坐力。但是重点在于说，但是回过头来讲，不去谈的话，他们是不是所谓的境外势力造成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段时间我们不是都在做所谓的社会韧性吗？我们发了小局数啊，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告诉大家说我们很可能会遭遇危机啊。就当你碰到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准备，不是吗？我们不断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小局数，坦白讲，你这时候去拿出小局数，哪一个小局数的内容派上用场了？没有啊，而且过去这段时间那么多年下来了，但不但说我们是一个韧性社会，我们要是增强民间的韧性，而且那个时候也讲说，我们不只是针对对岸可能的袭击，各式各样的这个危机都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处处都存在，也因此建造我们的韧性是需要的，听起来很合理啊。那问题是我们建造了半天，有吗？就是我们的社会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说，第一个心理上的建设，我觉得大家还是相对来说，就我们并没有对于很多的，你看那些在捷运里面的人，很多人的第一时间反应是还蛮没警戒的，我必须这样讲。他以为是演戏，对，就是很可能是演戏，我就根本还漠不关心。所以我们并没有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存在了一个对岸的一个可能的假设的一个对手或者一个敌人，因此我们的整个国家，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强韧。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间接的好处。那问题是，第一个，我们可能过度的虚张声势的把对岸妖魔化了之后，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它犯台的可能性，可能过度的去张扬。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并没有因为过去这段时间花了那么多的资源，增加那么多的国防预算，增加那么多的民间预算，有了这个沈伯洋，有了这个黑熊学院，有了小局书，因此我们的远景反应更快了，我们的捷运更安全了，我们的人们看起来呢心理真的更好了，好像并没有完全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你必须要去检讨，就是说对台湾来说，如果韧性社会是需要的话，它可能不只是存在于面对对岸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的韧性，就是一个面对一个现代的危机社会，尤其这个网络的时代等等，我们的韧性看起来，那所以我要问，那我们钱到哪里去了呢？那我们所以你说今天内政部去检讨说小局数要放进非暴，就是其他什么暴力行为，我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啊。就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你把你的资源过度的放在另外一个虚假的命题上面，你认为你去操作出来的一个政治上的稻草人，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更加的健全、更加的强韧啊，不是吗？不，基本上这种是 case study 的，就是遇到事情然后开始来宣导，让大家学的教训是比较有效的。你搞这本书里面谁看啊？
我老实告诉你，那个树拿着我就丢垃圾桶去了，还去翻什么东西？你们写一大堆，写些什么？真的打仗时候用得到吗？真的发生紧急时候用得到吗？浪费钱而已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今天很生气，这怒炸，生气的快爆炸了。他说：“你们蓝白公开都说支持国防预算，但是呢，用各种理由都不审查，所以呢，国人听不懂，也不理解。既然支持，为什么不审查？审查都不审查啊！另外呢，宪政，你们有什么资格谈宪政？预算都被卡了，还谈宪政吗？”所以媒体说赖清德是不是吃了炸药？今天到底为什么满腔怒火？好，我们先看一下他讲些什么。宪法明文规定，立法院对明年度的预算要在今年12月31号以前要审竣完毕。结果今天已经25号了，剩下6天，连到委员会审查都没有。还卡在程序委员会，所以如果立法院没有办法如期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话，不要再跟人家谈什么宪政。好，洪伟怎么样？骂你们立法院啊？那他讲说宪法明文规定，那我也直接说宪法明文规定就是行政院来做复议而被复议被否决的时候，行政院就要支持。好，这不就是宪法规定？而且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我们讲了非常多次，它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什么呢？也就是立法院已经通过实施，而且经过行政院长附属，经过总统府公告的2个法，一个是对现役军人的加薪案，一个是对退休警消的这个所得替代率的这个法案，这2个法定预算。在今年就明年度的中央总预算里面，行政院都拒不执行，这叫做法定预算，它不执行，那这是一个违法的预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今天如果立法院接收了中央政府总预算，它明明是一个违法的预算，请问我们如何审？如果你今天行政院有相关的一个补救的措施譬如说你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或者你未来要用怎么样把它弥补的方式，那你就是拒不执行啊！你拒不执行，请问一下，这什么叫做宪政？我不知道赖清德他气炸，他在气炸什么呢？如果今天你可以回到这个宪政的基础上，如果你可以回到法定预算的基础上，如果你可以回到法治精神上，而不是说今天立法院通过的什么样的法律由你赖清德说了算。我们现在的状况就这样子，当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我刚才讲了，最近在吵的是行政院长不附属。那我刚讲那2个法是行政院长通通附属，而且是你总统府公告实施的，然后你都可以直接漠视它，不执行它，假装它不存在。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法律要执行，什么样的法律不要执行，都变成是赖清德或者卓荣泰说了算。那你们真的是做皇帝。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谈到一些宪政，尤其今天是行宪纪念日，我们回过头来就说，今天谁在做这个宪政的迫害？老实说，最近因为事情发生了很多，我们社会大众非常关心，就是北捷的那个杀人事件。某一个程度，有人认为是像是恐攻，可是同样的，最近赖清德或卓荣泰所做的是对于宪政制度的恐攻啊。或者这5个大法官不是也是宪政制度的恐攻吗？谁告诉你这个只有5个大法官，他就可以决定，他可以违法的开会，他可以违法的去做出判决，他可以跟所有连我们在学校里的班会、管委会、股东会完全不一样的，不足人数照样开会，不足人数照样做成决议。今天赖清德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呢？对，因为我就在赖清德讲的那个程序委员会，洪为委员他已经脱离了。然后我们现在程序委员会就是周被他们抹黑，说我们党国防预算等等。我是要说，
国民党绝对不是不支持国防预算，国民党希望的是说明清楚、公开透明。我们看它的说明，扣掉封面只有6页，所以每一页价值的是2000亿啊，每一页价值的是2000亿，说得不清不楚。我们面对各种剧本，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可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国人，我们希望严格审查，并且支持合理的国防。那跟洪委员讲得很好啊，我们希望的就是要帮军人加薪啊，你不编进去，这样子的总预算我们怎么来审嘛？那为什么我们希望你重新跟我们说明清楚，你这1.25兆的国防预算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你就看到我们已经付了钱，很多东西没有到货。那最近更为人觉得夸张的是，一个10万元资本额的茶叶行，它可以标到我们国防部1亿的案子，而这个1亿的案子是跟资讯啊、伺服器相关的。结果我们去想象嘛，标到国防部的案子，他的公司长什么样？记者跑到那个茶叶行去，结果他在烤茶叶。你以为是这个窗明几净，然后至少要有很多台电脑吧？什么都没有，他就有一个烤箱在烤茶叶，还自己说自己就是人头，然后说他人都没到现场就被打电话通知，他标案已经拿到了。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以前我们讲的国会改革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假使在美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立法委员已经把他们找来开一个听证会，讲给全国人民的人知道说，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标案的？请你说清楚，讲明白。那我们既然要加强国防，可以，可是我们要加强的是合理有效的国防才对啊。基本上了哈，就是说我们常讲预算，因为赖清德显然对总预算不满哈，审查预算是政府的施政的数字化，他把他施政的目标化成数字，就是预算。在内阁制国家欧洲，如果你预算不通过的话，常常是要倒阁的，就国会就不支持你了啊。那你要沟通，你也不沟通，我也不懂啊。那美国，我们看最近美国不是政府停摆36天吗？联邦政府停摆，那就美国国会没通过啊，没通过预算你就停摆啊。那这跟宪政有什么关系？对，你可以去，你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这个主席，你可以去指责在野党为什么不通过，可以，但那跟宪政无关。美国不重视宪政吗？美国国防议员把这个预算常常背个联邦政府不能运作好几次了，那跟那个宪政没关系，脑筋没有坏掉，那跟宪政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来，政治学家跟赖清德谈宪政是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他谈的不是我要跟他谈的。对，我说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反正。婚姻查给你找，就是在无计可施。你想大罢免、小罢免都推动了，已经努力的想要用一种就是制度的边缘手段，想要呢去夺回呢对政治的主控权，都做到这个样子了。玩弄法律只是其中呢必然呢会出现的招数之一而已。我们看到呢，主持人旁边呢看的柯文哲呢说呢赖清德可能会变成呢崇祯在历史当中来讲，虽然呢他的评价非常的两极，他刚愎自用，他基本上面呢在死在他手底下，他17年的时间换了50几个宰相，杀了多少的都换掉了多少的这些的内阁的阁员，可是他最后。他虽然败了，他成为在当时整个的时代失败的承担者，可是他有一点是让人佩服，他自杀了。就是他最后并没有跑，他自杀了。光这一点就不容易。你要知道，大部分到最后的亡国之君的时候，他是那个朝代里面最后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反正就亡国了嘛，我就继续过我的好日子就好了。赖清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那也很厉害。更何况呢，崇祯呢，当整个的明朝末年的那个烂的那个局面交给他的时候，其实他能够做的已经非常少了。可是赖清德今天台湾，不管是呢蔡英文或是谁，交到你手上的不是一个烂的局面，这个局面是被你搞烂的。我补充一点，因为昨天看到柯文哲主席讲他是崇祯皇帝，那我也觉得有点感伤，因为平安夜柯主席一点都不平安，他在辩论终结，那我就去研究说他为什么说他叫崇祯嘛，哈，那当然。他说这个清兵入关后就绝望的自杀的，他自杀前有留下一个遗言，他这个遗言讲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啊。我看到这一句就完全联想到赖清德总统，他在大罢免失败之后，第一是先叫林右昌下台，
第二是请柯建铭下台，结果柯建铭总召到现在在我们立法院都屹立不摇。那最近就看到柯建铭总召上了这个每周跟他报告陈水扁的节目，自清他说我绝对不是独行之人，我也不可能自作主张。每周我都有跟赖清德开会，就表示这些非赖联盟，不管是英系或是正国会，都已经看不下去了，觉得赖清德很没有担当嘛，也不想负政治责任，以及失去民进党的创党精神。如果要谈宪政，我觉得他才是开创了很多宪政的恶力之人，比如说在野独裁这种名词，或是全世界第一个大罢免，或是不附属，都是毁宪乱政。好吧，柯文哲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说赖清德变成明朝的崇祯王，所以呢，让司法人员胡搞瞎搞啊，就崇祯啊，他说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啊。那另外呢，因为金华城昨天辩论终结了啊，可能明年3月就要宣判了啊。那柯文哲说，少数检察官摧毁司法的信任啊，就是1、2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啊。那另外呢，他说起诉书是网军大权的巨作啊，他自己反省，他说我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被人家关了1年，我怎么能够保护台湾的人民呢？我当医生是救了很多人，医生不会害病人，病人也不会害医生，医生不会骗病人，病人不会骗医生。但是他看了起诉书快吐了，抹黑、陷害、诬陷，简直是网军大权的著作啊！那另外呢，这个为了好吧，我们先看柯文哲怎么讲。人家说你是清德宗，我看你快要变成明崇祯皇帝了。比出手指头，眼神很凶，用崇祯皇帝形容赖总统。24号晚间金华城案辩论终结，柯文哲用4个字形容这1年半受尽折磨。整整1年半以上，我个人、我的家人、台湾民众党，还有我过去在台北市政府的同仁哦，都受尽折磨了哦。目标就是要对付柯文哲，结果伤害太多无辜的人。不舍昔日同事遭受牵连，被囚刑28年6个月，如今总算等到案件正式辩结，他火力全开，要赖总统出来面对。赖清德总统说哦，他没有干预司法。我要跟赖清德总统讲，你让少数的司法人员这样胡搞瞎搞，你怎么会说你没有干预司法？24号下午，国民党总统傅昆萁在中常会上对总统弹劾案进行报告。按照规划，将在1月14号、15号举办公听会。过年前的1月21、22就会邀请被弹劾的赖总统赴立法院说明。3月办全台说明会，接着5月13二度邀请总统赴立院列席，并在总统就职2周年的520召开院会表决。是他如果不来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跟老百姓说清楚了。OK， 你是不是心虚？你为什么不来？OK， 你如果这么有道理的话，你为什么不敢来国会？希望全民起义，推翻暴政。虽然在表决上要跨过门槛是难上加难，却是在野阵营所剩不多的反制手段。好，那么立法院这个在野要弹劾赖清德，它有个进度了，最后在明年520要表决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希望邀请赖清德立法院说明啊。那国民党说台湾不容袁世凯哈。那另外呢，这个今天是行宪纪念日嘛，但是监察院、立法院、司法院都没有庆祝哦，都只庆祝115年的元旦呢。只有台大医院的东大楼门口有一个行宪纪念日，他好像都放假归放假，大家都不管是什么啊。那另外呢，韩国瑜说立法院要恪守宪政精神，要守护民主了哈。来，这个一下。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柯文哲在整个终结以后，然后在外面对媒体讲这一些，我觉得这是双标了当高虹安被判决2审判决出来之后，
那时候怎么没有讲说什么总统干预司法？你不能说司法今天对你有利的时候，哇，你就说司法好棒棒，然后司法对你不利的时候就说总统干预司法。就是今天司法在整个判决里面，柯文哲你有没有踩着飞轮去跟人家收钱啊等等的，这个是检调他们会去调查的相关的这个细节。那今天你在整个终结之后出来讲这些，我觉得这就是太过了，就是政治操作。那其实回到现在立法院在进行的，就是所谓这个弹劾总统这个，我觉得弹劾本来就是宪政里面的一个武器，那也是本来就是宪政赋予立法委员的权利。但就是说，今天弹劾到底能不能过？今天这个弹劾到最后必须要有2/3的立法委员，要有76席，很明确的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蓝白加起来就是没有到76席。那其实总统也已经很明确，在合宪的情况之下，他很乐意能够进到立法院去进行所谓的这个国情报告。那现在是立法院里面要求总统在行宪纪念日，我们今天这种神圣的日子里面，要求总统要在立法院里面进行即问即答，这个就已经违宪了嘛。所以说，你今天去要求总统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去进行到立法院里面，然后进行一个违宪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表演，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南娟。我觉得这个柯文哲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明年3月的话呢，可能跟整个的，就是明年事实上不会是一个很平静的年啦。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的话呢，整个宪政的运作啊，为什么那么多的院当中，在今天都没有挂出什么样子的这个什么招牌口号去庆祝？因为你很尴尬嘛，你要庆祝什么呢？我们今天真的有在行宪吗？我们还是在毁宪呢？我们还是在违宪呢？哦，所以我就回过头来看，所以呢，对于这柯文哲讲到，就是明年的话呢，他的这个政治现金还有金华城，这是2个不一样的案子哦，他可能都要在3月前后要宣判。那我是一直认为他这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可能比较大一点啊。那这个金华城的话，看看状况怎么样。但是呢，政治现金他后来这一次的答辩，他也提出另外一个比较政治性的答辩。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去讲自己的政治现金怎么样，他去讲说，那蔡英文呢？那这个赖清德呢？那你们的这个什么小英小物呢？那你这个赖清德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周边商品呢？你们都有诚实报税吗？都没有进到自己的口袋吗？那我想对柯文哲来说，他当然等于他经历很多了啊，这个遭遇也很多。那当中当然有非常多一些政治化的，在还没有真正司法判决当中，用政治的方式去进行一些人格谋杀的，他确实是遭遇到。那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理解他的说法。但是呢，司法到底是不是可能在明年就像是还给高虹安一个公道一样，还给柯文哲公道？我觉得这部分是让大家会去看。但是我觉得去看的同时，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在行宪纪念日的今天，我们的宪政遭到无比的冲击，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灾难。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体制，你一般想象中，比方说我们宪法赋予总统一个院际调节的一个功能也好，一个权利也好，那是因为我们认为总统会超脱政争，你会站在一个这个总统国家的高度当中去调节院际。同样的，我们认为这个宪法法庭，我们是所有的东西，这个一些法律的解释，到最终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一些不明白的、不服的，你到这个宪法法庭，宪法法庭的大法官绝对是超脱政治的，不会成为政治的武器，不会成为政治的附庸。但问题是到现在为止，你总统再也不像总统了，你的宪法法庭再也不像宪法法庭那样的一个高超了。所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呢，你说这个宪政僵局跟我们这个国家的灾难如何去解呢？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你说立法院，坦白讲，立法院今天他话已经跟你讲得很白，我坦白讲，我觉得答案也讲得很白了。今天他们反对这个所谓的总预算，就是这讲到军警消预算。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他这个东西，他至少是他这样公开讲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让总预算过，那我赖清德我就公布嘛，我就把它编进总预算，不行吗？为什么不编？就那么简单。如果说今天在野党说是因为军警消，我已经公布了，你已经宣布了执行了啊，然后公布之后，你为什么没有排进总预算当中？那我就排给你看啊。排了，如果你在野党再不去审预算的话，那是你在野党的问题嘛，不是吗？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就变成说是当你这个总统，当你这个行政院，你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院际协调也好，作为一个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么一个解决僵局的一个解决问题者的时候，你不愿意去退任何一步的时候，那何来的协商呢？所谓的朝野协商不是要各退一步吗？那更何况你是总统，就你各退一步，别人要退，你半步都不退，一定要依照你要退的东西才去退，你主张的方向才可以去做的话，我觉得那这都什么协商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谓的政治僵局，所谓的国家僵局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对于总统来说的话，你说亡国
他不是亡国之君，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一意孤行，所有的人都成为亡国之臣了，亡国之大法官不是吗？今天大法官像个大法官吗？今天行政院长像个行政院长吗？所以你要去怪国会不像国会，那你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吗？从赖清德200多天不到台南市议会，从他当行政院长就要跟蔡英文去拼那个总统初选，到他现在呢跟国会这样对干，我真的觉得赖清德哈，他是全台湾啊最固执的人。最顽固人，你只能看，就这样固执嘛？你立法院席次不够，就要协商嘛。在任何国家都是要协商的嘛，除非共产国家、集权国家那不需要了，那国会是假的，还是要协商，完全不协商哦。然后呢，就这样硬干。香龙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个性问题。那尤其赖清德本身政治界，我记得我之前常常讲，就是说赖清德在就任1年半之后。有必要去面对一件不是这么政治，但是整个台湾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的不快乐。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你掌握政权的最核心的目的是要让你的老百姓快乐。那但是今天呢，赖清德所掌控的呢这个国家总体来讲，那个社会气氛在每个层面呢都非常不好。不要光只是拿一些数字面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说啊，我们这经济成长率多少。我就说台湾的问题不在那个数字的表面，台湾今天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级上面的差距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呢，某些的数字呢，只对极少数的人有感觉，好，但是大部分人都无感的情况下面呢，这个社会呢，随时呢都可能会发生一些呢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宪法。因为今天呢是12月25，是行宪纪念日。可是行宪纪念日，经常在过去我们动不动就修宪。我们在念政治学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念政治学的时候呢，言必称美国。就是觉得美国什么都很好，因为我们受的都是美式政治学的训练，所以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两党政治，美国的这个宪法宪政体什么都好，就是觉得它就是非常 flexible， 它就是呢有那种的自我呢处理危机的能力，它有很大的弹性，而美国的政治人物每个都高尚的不得了。面对到呢所有的宪政法理当中争议的时候呢，人呢都会呢在权力面前呢会止步，会自我约束。鬼呢？你今天看到的川普的时候，你觉得同样的一套的宪法是吗？所以宪法本身，你还得要防君子不防小人。今天呢，台湾的老百姓在面对宪法的时候，先不要去拘泥呢这个宪法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到郑丽文呢在谈宪法问题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对的，不要说宪法缺乏民意的基础，全世界没有一部宪法呢在制定的时候呢是有民意基础的，它都是呢少部分的人在整个革命夺权的过程当中，从我的立场、从我的意识形态所创造出来的，那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当了宪法呢没有办法防小人的时候呢，宪法呢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台湾今天的宪法就已经出现了防不了小人的情况，或者招了小人。今天呢，赖清德在面对这件事情中，不要呢再只是呢用宪法是大陆框架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用中国大陆搬过来，不是这个问题，是人的问题。继续再回来。好，洪国昌跟曾丽文两个主席为了抢救少子化的危机，所以呢，国民党跟民主党要提一个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孩从小就给他存钱啊，然后呢，儿童就给他账户，然后呢，18岁可以领啊。那所以呢，由这个基金去就存的钱呢，去这个由基金来操作，来给他赚钱啊。那另外呢，这个说这样可以救少子化。所以政府一开始先存5万块做你们孩子的基金，然后每个月看怎样，父母也可以存，那公司也可以替员工存啊。所以现在看一下就有3个啊。第一个他们是说学川普的又大又美法案，是18岁以下的孩子一次性给$1000啊，这3万多台币。然后呢，这是强制政府给啊，但是现在川普当总统这2025到2028这4年5、6、7、8啊，然后呢，非强制性的家庭啊、雇主啊等也可以拨
$5000或者$2500可能可以节税啊。那另外呢，去投 ETF 啊，然后呢，这个年满18岁的时候，好，这个钱先1000块嘛，就可以到3000到13800，如果其他人还投下去的话啊。那所以呢，这是川普，他们就学川普。那这个蓝白的提案，12岁以下一次先存5万，以后每年再拨1万啊。然后呢，如果你现在10岁，先给你存5万，你只能拨2万嘛。如果你是刚生下来，哇，就12万，再加5万就17万啊。然后呢，家长也可以拨钱，雇主也可以拨钱，可以抵税啊。然后呢，去投资成长型的 ETF 啊。然后呢，年满18岁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有65万了啊。那风险很低啊。那另外呢，这个要多少钱呢？如果从2025开始，每年都要交钱呐啊，所以呢，最后大概有超过1000亿啊，然后呢，这个人数可以有370万，总经费3840亿哦，这钱不少了啊。那因为政府每年要提拨嘛，每年加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有370万人可以受益小孩了啊。那卫福部说，哦，这要审慎评估哦，没有钱呐然后要这么多钱那另外呢？民进党委员说你们总预算都不审，这光扯这个账户，总预算不审，扯什么账户？先把总预算通过再说。黄国昌就说中央没有真正成立少子化办公室，叫他们拿资料出来也没有开过会没开你看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出生是43万，不是22万，43万一路下来，现在可能今年可能不满11万那。去年龙年应该多也没多所以呢，真的就不生了那能不能这个儿童账户能够鼓励大家生？那儿童团体的儿福团体是说，哎呀，你现在那将来资金能够持续吗？能够永远这样子吗？所以联合报社论也问联合报的评论也问说，这个是解方还是加速病危的这个药方到底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国民党、民众党智库对接后推出首个法案——台湾未来账户 TFA， 要抢救台湾低生育率问题。少子女化办公室从来没有成立过，直接帮0到12岁的孩童设立了账户，投入第一笔5万元。这个未来账户开放全台所有0到12岁孩童，财源以年度预算超征税收为主，政府会直接设立账号，先存入5万元，每年再多存1万，并配合台股大盘投资 ETF 基金等，18岁领出第一桶金后，郑丽文预估可以领30到50万元。甚至于我们要给孩子恋爱的机会，不然的话，为什么少子化会越来越严重？追踪台湾股票指数的低费率的指数型基金 ETF， 或者是共同基金。不过不止政府，蓝白也鼓励家长也对存，跟计算出以年均报酬率6%来看，家长没投入，孩子18岁领33.9万；若是每年投入5000元，可领45.7万；每年投1万，可以领56.1万。所以很可能的数字是落在50万左右，至少可以刚好 cover 他要念大学4年的相关的学杂生活费。只是面对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也提出相似概念的转大人 ETF， 不过是以政府家长都每月提拨1200为基准。有了成长基金，但在也主要目的是为了抢救少子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改善儿童贫穷，它不是提升生育率。虽然孩童能先存入第一桶金，但能否实际解决少子化问题还是问号。当然，川普账户开始包括这个蓝白有提出这个未来账户，那民进党这边有提出这个转大人的 ETF， 但是我觉得追根究底还是要去讨论，第一个是钱要从哪里来，再来就是说这个风险可不可以评估，后续的这一个财源能不能长期永续的继续下去。那其实从今年度我们可以看115年的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跟税出的短差其实有达到1.727亿元。那有这么高的一个税入税差的一个差别，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财源到底哪里来，所以卫福部当然会担心。但如果说我站在我自己是家长的角度，当然我很乐见，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实行的话，对我自己的孩子，对我的下一代都可以有更好的帮助。那当然政府要解决少子化问题，我觉得黄国昌主席刚刚讲的这个政府从来没有成立少子化办公室这句话是错的，因为其实行政院已经出来打脸了，2017年。这个行政院里面就已经有一个少子化的对策办公室，而且到明年度也要推出少子化的相关对策2.0，所以
相关的资讯，其实在行政院都清清楚楚，还是呼吁黄国昌委员要好好的研究相关的政策。我觉得其实就整体来看的话呢，因为目前整个的台湾的政治实在太动荡了哦。那我觉得在野党的话呢，蓝白携手呢，放在一个比较福国利民的，尤其是下一代的，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讲长者，长者很难得会是像比如老农津贴，难得是蓝绿白的共识。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少子化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国安危机。如果可以把这个重点放在这边，当然是很好。只是说呢，详细的不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我觉得这边大家可以去讨论它了。因为你与其说不断的去讲到说呢，对岸的犯台是国安危机，你怎么不帮？你怎么不认真去面对少子化才是真正的国安危机呢？你不但去问说钱从哪里来，那为什么不去问说那么多的特别预算1.25兆的钱，那哪里来？你咱们那边少拨一点点，少编一点点，少送给美国保护费一点点，这边钱就来了，不是吗？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你得要均衡去看待它。我们呢一边在讲战，一边在讲和。那么一个两手策略当中，全球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大陆都是战和是均衡的，就是我们只有战没有和，只有真正的对岸的时候，哇，一大堆国安问题，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对岸，对岸的问题一解决之后，整个台湾就是国泰民安，是这个样子吗？我们真的花在台湾内部的这些精力跟资源到底有多少？我觉得这是这一次。蓝白把这个少子化当做一个什么儿童的未来账户，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一个政治上面的，如果说它可以稍微敲醒，或者它可以做一个比较良性竞争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不过这个宇翔应该肯定他现在生第3个了，是啊，不简单，真的要鼓励一下，真的鼓励，这么年轻啊！但我希望可以领10万块啊，因为1月1号之后有10万。OK， 来，建伟。来，我们来看这张图，因为身为一个妇产科医师，这个几乎是我每一次总咨询的题目啦。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国家总预算才1兆9千亿，但是到今年啊，过了10年，眼看就是直逼3兆，甚至加上特别国防预算，就要超过3兆了。可是这个是我们的出生率低到今年，我有一点怀疑是不是可以达到11万，去年是13万哦，今年他们到11月有点担心，可能连11万都到不了。那当赖清德总统在做这些政治内斗啊、国家内耗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蓝白两党联手推出一些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是非常好的，尤其它叫做台湾未来账户。那他说今天有 F4， 是哪 F4？ 一个是 for kids， 一个是 for parents， 一个是 for future， 一个是 for Taiwan。那在建构这个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边的智库、两边的主席都非常的有行动力啦。因为我是我们这边的智库，而我们在对接的过程中，我自己11月的总咨询就去比较了英国的账户、新加坡的账户。那后来是因为川普提出这个账户，又让我们再把每一国都拿出来取这个最优的优点来做。那我觉得这个行动力让我叹为观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是白天开会开了2-3个小时，有的时候大家行程很多，深夜才在讨论这件事，整合所有版本的优点。那刚提到说卫福部出来说什么，行政院又出来说什么，对我个人而言，我的经历是这样子，我每次质询，行政院长就会说他定期都跟国发会有开会，我说会议记录在哪里，请你拿出来。他说是因为他们混合这个题目在所有的讨论当中，所以它并没有少子化的专责，也没有少子化的固定的会议，它只是混合在其他的 topic 一起讨论。那至于卫福部，我更不用讲了。我之前咨询他们要成立一个儿童署的时候，问说是不是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他说没有，少子化的问题是由行政院去处理的，并不是由我们卫福部，我们这个儿童署就只负责儿童。结果现在我们要出来解决少子化的时候，你又出来说，你又可以出来讲话了，好像少子化又归你管。那我认为这个账户有几个优点啦，他这边在讲说，假使我们第一笔5万，后来每年政府再加1万，但是家长你也可以对存到1万，企业你也可以对存，你可以留财嘛。那最高呢，这个小朋友到18岁的时候，平均可能快要60万。那当然也要看我们台股的大盘，如果整个国家大盘非常的活络，有可能会更多。那它应用的也有限制。